各位学员大家好，本人是陈荣宇。好，我们这节课是零基础学奇门遁甲，轻松上手，马上运用哈。我们强调轻松上手，就是让你很容易学会，而且还可以马上运用啊。好，那我们总共只有5节课。好，第1节课我们会教奇门遁甲的基本概念跟知识。我们学任何一门学问都一样，一开始一定会学一些比较枯燥乏味的东西，奇门遁甲也不例外。所以第1节课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些比较是知识性的概念性的东西。那第2节课我们会教排盘。好，排盘的话，我们分为坊间分为5日1局跟10时1局，有2种，一种是5日1局，那另外一种是10时1局。那我们2个都会教，但是我是用10时1局，坊间一般用5日1局。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哈？因为我们现在的那种变迁比较快速，不像以前古时候比较慢，所以他们可以用5日1局。但是我们现在社会变迁比较快，所以你要用10时1局。好，这样子比较什么事情都反应的比较快哈。然后第3个我们教解盘。好，第3节课我们会教你要怎么样去看这个盘的吉凶。好，那第4节课我们会教运用。你解盘完之后，你吉时吉方找出来的，那我们就要教你怎么样去运用。好，所以第4节课会教你怎么样去运用。在最后1节课会教你奇门遁甲一些开运秘法，就是你不用排盘，盘不用排出来，然后也能够用的一些奇门秘法。好，那一开始我们讲何谓奇门遁甲。好，那你们可以对照讲义，因为我会发讲义给你们。好，那我们这个PPT 上面只是简单讲一下，简单写一下，然后详细内容你可以对照讲义好，何谓奇门遁甲？奇门遁甲它是帝王将相之学，是秘术中的秘术。然后由于它年代久远，所以它到底是谁创始的，已经无从考察。好，那相传是在皇帝跟蚩尤打仗的时候，然后9天玄女她教皇帝的。但是这个我是觉得这个有点不大正确因为奇门遁甲它会用到后天八卦。但是后天八卦它是周朝周文王才推演出来的，所以不可能说皇帝那时候他就已经用到了后天八卦的知识，这个，所以我觉得奇门遁甲的创始照理讲应该不是说像坊间所传的说9天玄女交给皇帝的这应该不是这样子好，再来奇门遁甲我们如果照字面来解释这个奇它就是3奇，然后门是8门，好，那什么是3奇？3奇它就是乙丙丁。好，那8门以后会讲8门就是开修生伤度金死金，这8门这以后会讲。好，那甲的话，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元帅，或是说现在可以讲说总统，以前打仗就是元帅那所以奇门遁甲是什么意思？就是利用3奇跟8门的力量来保护元帅。这个遁就是隐藏的意思，把元帅给隐藏起来，不要让对方找到元帅，
对元帅不利，所以利用三奇八门的力量来让元帅安全的隐藏起来。好，这个是奇门遁甲它字面上的意义。好，那为什么会用乙丙丁当作三奇？好，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元帅是甲，那甲的话它是五行属木。那可以对甲造成威胁的就是金嘛，金克木。现在你这个如果听不懂的话，你先暂且听一下就好了。好，以后这个五行会讲到金克木嘛。好，然后十天干里面五行属金的，就是庚还有辛。庚跟辛这两个这两个是属，这个是阳金，这个是阴金。然后为什么乙丙丁可以来制衡庚跟辛？这是因为这样子，因为乙的话，它跟庚是五合，天干五合，把它合住了。这个就有点像以前古代以前的那种，就是把公主嫁给那个藩邦，有没有那种和亲政策那一种？利用乙来合庚，把庚合住，那庚就不会来克甲。然后丙跟丁它属火，利用火来把金克掉。火克金，那把金克掉之后，金它就不会去克木了。所以利用乙丙丁这种关系来让庚还有辛没有办法克甲。所以才会叫做三奇八门，叫奇门遁甲，是由来是这样子好，再来你们看讲义第2页这边，奇门遁甲可以说是中国最严谨、最实用的一门方位造福秘法。它是方位造福秘法。什么是方位造福秘法？这也是你们学奇门遁甲你们要知道要会用的。它的意思就是说，我选一个时间，我选择一个时间，然后一个方位。我在什么时间，然后利用什么方位去做什么事情。这个就是奇门遁甲它的精髓。这个奇门遁甲它分为法奇门跟术奇门。那我们教的是术奇门，术奇门讲的就是这些，就是利用什么时间跟什么方位去做什么事情。那法奇门就是你们一般熟知的，像符咒之类的那种，就是法奇门。那个在符咒班里面我们有教。那术奇门的话，就是利用时间跟方位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好，那其他的第2页你们自己看了好，再我们先看第3页第3页是，那我们学了奇门遁甲后，可以有什么好处？这你可以看一下奇门遁甲的功能，可以使自己如愿以偿的秘术学问，那利用时间及方位的推算，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凡事处于有利的地位。知运、造运、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它很多事情都可以用。我有举例你看第3页的那个比较下面这边，它可以利用在商场。你看，比如说商场它可以有接洽客户啊，就是说你要跟客户，你接洽客户要跟客户谈生意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说你要坐在什么方位，在什么时间做什么方位，或者说你在什么时间，然后从什么方位去找客户，这些都可以。这以后我们都会讲或者在谈判的时候，你要跟客户或者跟你的对手谈判的时候，你要坐在什么方位。或者说你要从什么方位去，然后利用什么时间点，我们就是要学这种东西。那锁价工程招标什么都可以，只要是有时间、有方位性的都可以，什么事情都可以。像财运像股市你可以说
你选择一个时间，还有一个方位去开户。现在一般用电脑下单它比较没有那种没有办法说有方位性。如果以前用打电话去的，你可以知道说你的证券公司在哪里，然后你家在它的什么方位，这证券公司在你家的什么方位，然后你用什么时间打去，这样也可以。但现在如果你用电脑或者是手机下单的话，就比较没办法。还有像很多这些东西，只要跟时间、跟方位有关系的，我们都可以用。考试以后我们第5节课我们会详细的解释还有像健康、阳宅、旅游，其他很多这些都可以都可以用，几乎是只要你想得到的都可以用那详细内容你自己看讲义那边我们写得很仔细好，那我们看第4页中间这边。所以奇门遁甲它就是在教导你如何有效掌握地球上磁场的变化地球上磁场的变化是最有利最好的方法。它能够让你清醒头脑，储存能量，改变运气和增强实力，同时发挥你的潜能，提升你的运势，以达趋吉避凶，扭转劣势，改善命运之效。所以你就先开始你就自己看好，那我们看第5页奇门遁甲的派别。我刚刚有讲到嘛，奇门遁甲就是分成法奇门，还有术奇门。然后最近又流行一个叫阴盘奇门。其实我们的奇门遁甲并没有分什么阳盘跟阴盘，它没有这样分只是说我们用的这个术奇门一般我们都是用那个节气排的，用阳历，用那种阳历的节气来找日子。那阴盘的话它不一样，它是用阴历，来找的，它的排盘方式跟这个一般的术奇门就不一样，它是用阴历的所以他们就称为阴盘。然后阴盘的话跟我们的不大一样，我们阳盘是在找一个时间跟方位去做什么事情，那阴盘它比较着重于占卜。虽然阳盘也可以占卜啦，但是阴盘它是着重它着重在占卜，然后着重在占卜完之后看它有什么问题，然后就去布局他们比较着重于这种事情。那我们的奇门遁甲的术奇门，我们着重于说你找一个时间跟一个方位去做什么事情这不一样好，那排盘的方法这是术奇门排盘方法，它又分为5日一局跟10时一局，这我刚刚有讲过然后我们要用的是10时一局。好，再来奇门遁甲的效力它不能够让你起死回生这以我的经验它最多就是让你提升 25%， 最多25%而已，它没有办法让你起死回生但是25%如果说你的程度就刚好接近那个及格边缘，那这样也许你25%加上去，它就让你及格了。比如说你考试你的分数，假设你是你的分数本来可以考50分的，那你看你加上25%，那你就及格了。有些事情它就有可能是及格就好了，及格都录取了，它不一定要满分嘛。所以你加上25%，有可能就让你及格了这个我有一个朋友他目前就是在开火车驾驶，然后他去考试的前一天就叫我帮他用奇门遁甲，结果他本来是要考公务人员的啦那因为他也都没有考上，然后他那一天他去板桥住在他妹妹那边，然后他叫我用奇门遁甲帮他明天要考试的事情，那我就帮他用奇门遁甲排一排，教他怎么用，结果他后来考上了，然后他还跟我讲说他那一次是最没有准备的，他平常考其他科目的时候都准备得很充分，但是没有考上
好，那反而考铁路驾驶的时候，是最没有准备的。但是他那一次用奇门遁甲，反而就考上了。好，所以这种东西无形的力量就很难讲有时候帮助你25%，就有可能让你扭转乾坤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页。奇门遁甲的基本知识。好，那这一页开始我们会讲一些那种比较枯燥乏味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的话也是你一定要会的啦好，那我们这边写的比较多，但事实上你不用记那么多，你只要记那个讲义那4个就好了，就是天干的五行，还有方位，还有它的阴阳，还有四季你大概记这4个就好了啦。好，那10天干当然就是这10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好，这是一定要会的嘛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个念人，日恩人，然后这个念癸。好，那五行你要会甲乙它属木，丙丁属火，戊属土，己属土，庚辛属金，壬癸属水。等一下我再教你怎么记然后方位的话，甲乙是属东了，方位是东。好，那丙丁是南边，戊己是中央，庚辛西边，壬癸北边。那阴阳的话，就是奇数为阳，偶数为阴。好，你把这个10天干分成1、2、3、4、5、6、7、8、9、10，然后奇数为阳，偶数为阴。所以甲是阳木，乙是阴木，丙是阳火，丁是阴火。好，那四季的话，就是甲乙它是春天，丙丁夏天，戊己它是四季。等一下我们再解释什么叫四季然后庚辛是秋天，壬癸是冬天。好，这是10天干它的所属。好，那要怎么记好，我们写在这边好了这个很简单你就是你甲乙甲乙从这边开始，甲乙，然后丙丁，戊己在中间，庚辛在右边，然后壬癸在下面。好，它的顺序是这样子，从这边开始这样子绕，然后如果戊己不算的话，它就是这样子，这样绕一圈，这样绕一圈过来。好，从这边开始然后因为我们像武术的奇门遁甲啦或者是易经占卜八字什么都一样。好，我们发源地是在我们中国，那中国的话，它是在北半球。对不对？所以它以北半球的气候来讲的话，它的北边就是比较冷嘛，北边的北极那边嘛所以它比较冷。然后南边的话是赤道，所以南边比较热。好，但是你要记得我们武术所有武术的南北跟地图的南北都是颠倒的。我们地图的北边在上面，南边在下面，但是我们学武术一定要知道，北边会在下面，南边在上面，所以东边是在左边这边，西边在右边这是我们武术的一定是这样子跟地图刚好相反。好，所以你看这个那甲乙的话就是对应到东边嘛，丙丁都对应到南边嘛，庚辛都对应到西边，壬癸都对应到北边。好，然后它的五行，你东边的话就属木，为什么？因为它东边太阳比较早升起，所以植物比较快生长，草木欣欣向荣，所以
东边会属木。那南边为什么属火？因为我们属于北半球嘛，北半球的南边是赤道嘛，所以比较热。好，热的话就属火。好，然后西边为什么属金？好，因为你看我们西边就是什么？太阳西下，夕阳，它就是一片金黄色的嘛。好，而且它有那种肃杀之气，所以它就属金。那北边比较冷嘛，因为大陆它的北边是北极啊，所以比较冷，所以它是属水。好，它的五行方位是这样来的。好，然后中间的话是属土，因为大陆中间就是土嘛，土最多啊。然后甲乙它是东边，它是属木。那属木的话是春天嘛，春天草木才会生长啊，所以它是春天。然后热的话就一定是夏天嘛，所以这边就是夏天。然后属金它就是有肃杀之气的话是秋天，然后比较冷的话就是冬天。好，那什么是四季土？四季土它的意思就是说，我在春天接夏天这段时间前后有个18天，然后夏天接秋天，它有一个18天的时间，秋天接冬天有一个18天的时间，冬天接春天也有18天的时间。它是不知道它不知道说是哪一个季节，比如说春天接夏天，它中间有一个18天，就是又像春天又像夏天的时间。好，然后那一种就是有点像春天跟夏天混合在一起的那一种地方，那种日子就是属土，因为土它本身有混合的意思，所以在季节交接的那18天，我们就称为是土，它的五行是土，因为它有混合的意思啊。好，那其他的你那个其他的这个什么五脏六腑八卦这比较不重要，青龙这比较不重要所以那个你就不用背了好，再来12地支12地支这个也很重要12地支的话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个念戌这个子丑寅卯辰巳这念巳这个不是乙金的乙也不是自己的己乙金的乙它是中间凸一点点出来，然后己的话是完全没有凸嘛，这样子，然后巳的话它是整个包围起来，好，这边是有连起来的然后它对应的生肖这个要知道，从老鼠、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对应到什么生肖，什么地支对应什么生肖这个要会。然后再来阴阳一样就是奇数为阳，偶数为阴，这样子。奇数为阳，偶数为阴奇数为阳，偶数为阴嘛，这个比较好记那再来五行五行我们等一下再解释给你看然后时间这个也要记子时的话是从晚上11点到隔天的1点，那丑时是凌晨1点到3点，寅时3点到5点，这样子依序下来。好，这个你要记一下好，然后月份的话它是写说子是农历11月，丑是农历12月，寅是1月。但是这个是大概的记法了如果你要详细记法，应该是说从寅月开始，寅月是国历阳历的2月4号，立春那一天开始然后卯月就大概是3月5号这样子。你记这个国历的比较好记所以你这个大概知道一下然后辰月就是农历3月，大概是国历的4月5号。这个会变这个不是固定的，但是它不会差很多。你立春通常都是在2月4号左右一天这样子而已，不会差很多。你记这个比较好记。记农历的话，它这个会变来变去，比较不好记。
哦，它的子月不会是刚好11月的1号哦，不是这样子哦。哦，它每一年都不一样，而且差很多啊，所以你这个不要记，你应该是记这个，记国历比较好记。哦，不过因为这奇门遁甲你比较没用到啦，哦，所以你就算没有记起来，这个月会没有记起来，我觉得也还好。哦，但是这个五行你要记一下啊。好，那五行怎么记哈？好，我五行我画给你看哈，五行你要这样子，你要这个表格你要记一下。这个表格学武术的人常常都会用到，比如说紫微斗数哈，紫微斗数的子哈，它永远在这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好，这12地支啊，它的固定排法是这样子。好，因为这是北边嘛，子是北啊，午是南。好，那它的五行是这样子哈，子它属水，然后右边这个亥跟它一样哈，所以这两个属水。然后卯属木嘛，好，那它左边这一个哈，它左边这一个一样跟它一样属木。然后午它属火。好，那它的左边这个巳啊，跟它一样，五行属火。那酉是属金嘛，然后这个申一样啊，属金。然后剩下4个辰戌丑未就属土。好，你也可以看到哈，这个你看这个土，这辰土就该在木跟火之间呢，就是我讲的那个啊，就是春天跟夏天，它们中间有一个18天交界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属土，所以就是这样记哈。亥跟子属水，寅卯属木，巳午属火，申酉属金，其他4个属土。好，这个是12地支的基本的哈。再来，我们解释一下那个专有名词哈。你比较会遇到的，但是以后我们会详细讲了哈。就是八门、九星、八神，你现在只要知道说，八门是什么？八门就是休门、生门、伤门、杜门这些。好，休、生、伤、杜、景、死、金、开。好，这8个。好，讲义那边有第7页这边。好，然后九星是什么？天蓬、天瑞、天冲、天虎、天琴、天心、天柱、天任、天阴。那八神是子虎、腾蛇、太阴、六合、勾陈、朱雀、九地、九天。好，你现在只要先知道这些就好了，因为这以后我们都会详细解释啊。好，那最后我们讲这个五行生克啊。好，五行生克哈，相生还有相克两组哈。好，相生的话就是这样子，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好，那为什么金会生水？因为你看你把那个铁金属把它高温烧了之后，它就融化嘛，变成液态嘛，所以金生水。那水生木嘛，木它需要水才能够生长啊。然后你把木烧了之后变成就变成产生火，所以木生火。那烧完之后变成灰烬嘛，所以火生土。那金属的话是从土里面挖出来的，所以土生金。好，你可以这样记哈。好，那相克的话，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好，那为什么金克木？因为金能伐木啊，金能锯木头啊，能砍木头啊。好，然后木克土，因为木它的根可以伸到土里面去吸收养分，所以木会克土。那水来土淹嘛，所以土克水。好，那水能灭火啊，所以水克火。火能溶金能溶金所以火克金。
哦，它的五行生克是这样子哦，所以这个要记一下了哈。好，那我们这一节课就先讲到这边。